开始在我们的故事中上演，一点一滴写下了情感的章节。我想为你珍藏最美好的瞬间，静静地陪着你，等待那一天。这份爱太浓烈，否定你犹豫不决。我的心是否能填补所有空缺？爱是风中的诺言，许下的承诺是永远，绝不会搁浅。当我凝望你双眼，你是否会看见幸福一直默默守在身边？您好，请问是薛珊珊小姐吗？这里是上北医院，请您立刻到上北医院妇产科来一趟。出租车已经到您楼下了。不对呀，这里是上海，爸妈都在老家，谁在医院呀？妇产科。哎呦，谁呀？是薛珊珊小姐吧？对。好嘞，坐稳了。哎，不对。你不是薛珊珊？不是，是我是。师傅你别理我，我重新下我的大脑。薛珊珊小姐吗？来，跟我来。薛小姐来了。薛小姐，薛珊珊小姐，请你务必要救救我太太。今天只有你能够救她了，拜托了，薛小姐，拜托了。别再疼我了。拜托了，薛小姐。眼睛，抱住。拜托了。薛珊珊。AB 纤维杀阴性血。蛇妹和你同属血有血型，她刚进手术室，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，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我非常愿意献血，但是我可不可以问问题啊？说。你们是怎么知道联系我的方式啊？还有，你是谁啊？薛小姐，你是丰腾公司的员工吧？难道你培训的时候没有学过公司的创业史，也从来不上公司的网站？那我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我们的丰大老板。丰腾，大老板，大老板好。我是研发部的郑奇，你总听过吧？郑奇，齐帅，
我再给你介绍一下，这位就是投资部的严青总经理，是我们大老板的妹夫。薛小姐，拜托了。哪位是现学长？我是。那请跟我走。好。薛小姐，拜托了。放心吧。再休息2个小时，如果没有什么异样，就可以离开了。好，谢谢。薛小姐，大半夜把你叫过来，估计你还没清醒吧？怎么样，累不累？啊，不累，没事。明天你可以休息1天，公司给你放1天假。今天晚上累了呢，你就直接在这儿住下来了。啊，哎，但是住这儿好贵的啊。钱你就不用考虑了吧？不管怎么说，你也献了那么多血，封家怎么可能会亏待大恩人呢？那你先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要不要我给你把空调调小一点？不用，谢谢。那我先走了。小金，后面怎么样了？母子平安，真的？太好了。严总，薛小姐，你让我平安。太感谢了，真的太感谢了。哎呀，不用谢，能帮到你们，我真的很开心。哎呦，没有你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今天。哦，对了，我想把这个送给你太太。我们熊猫雪的人啊，最怕出意外了。我从小过马路都特别小心，要是万一出个什么车祸的，最麻烦了。这是我妈妈给我做的，你看里面放着这个纸条，上面啊就写着你太太的血型，还有你的联系方式，把它随身带在身上就好了。太贴心了。不，这我不能要，这个你太珍贵了，对你。要不要的？不行，没关系，绝对不能要。让我妈妈做一个就行了。不行，你得收着。收下。同意这样的。再次感谢。进去了。薛小姐，谢谢你。不客气。还有什么事吗？我没事了，我没事了，我走了。哎，车呢？真是，输血之前，出租车守在你家门口。输完了，就好像商场里的电梯，你买东西之前呢，大门为你敞开的，等你买完东西啦，就得自己爬下去。封腾，他就是总裁。这总裁也太帅了吧！这就是传说中的高富帅吧？我还以为总裁应该是个严肃的老头呢。进公司这么久，也不知道大老板长什么样子。没想到在医院那么奇怪的场合里碰到了。看他那副冷冰冰、高高在上的样子，一定很不好相处。管他的，反正以后也见不到了。其实我进丰腾还不到1个月，试用期1/3的时间都没过。5天前，我刚刚面临人生中的第1个公司月结。各位，下星期就是黄金周了，这5天呢，大家辛苦点，好。是。珊珊，这些拿去 key in 了。这些呢是出纳的账，麻烦对一下再给陈娟，谢谢。这就是集团的月底结算吗？这阵仗也太夸张了吧！虽然我只是个财务部助理，
这科室也只负责丰腾18家子公司中最小的2家公司财务。但想到这2家公司93位员工的薪水、出差费、下工喝咖啡、打的的公关费，甚至茶水间的纸杯、上厕所的卫生纸，都得经过这部门的核对，我就觉得自己至关重要。作为最底层的员工，没点阿 Q 精神，怎么能活得下去呢？我虽然是211工程的大学毕业生，但根本就没有想过能到上海。一想到有人事主管还得看我的履历浪费时间，我都觉得很不好意思。但是，我竟然被丰腾集团给录用了。看来还是老妈说的对，说我天生愚钝，但是傻人有傻福。当时为了庆祝，那可是红旗招展，锣鼓喧天。虽然大家都暗地里说我走了狗屎运，但我依然是开在狗屎里最鲜美的花一朵呀！哇，好陌生的城市。虽说我是走了狗屎运，但我真的准备好了吗？我真的成为丰腾集团的一份子了吗？大家好。今天我代表丰腾集团欢迎各位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。丰腾集团，国内最大的软件公司，过半客户是欧美品牌。集团里10个有4个是从欧美日留学回来的。从国内一流大学毕业的人，可能都要从端咖啡做起。这样一个大集团，居然为我敞开大门。对于这个千古之谜，我只能理解为，一定是人事专员在打盹的时候点错了鼠标。刚才我带大家参观了我们丰腾集团，希望大家在今后的日子里，精诚团结，通力合作。我其实也偷偷幻想过，跟高层会是在怎样的场合下碰面，然后怎样出色地展现自己的才能，在这种顶尖优质的环境里变成高效率的女强人，然后步步高升。这种情形简直美得像个梦。不过像梦又如何？人家说做梦是年轻人的权利，青春就是资本。所谓万丈高楼平地起，就算是个财务部助理，我相信未来集团也会看到我的价值。虽然我发现我的实力不是在平地，是在地下4层。虽然我目前的价值是没日没夜的输入单据。好冷。早起来！哎呦，你起来啦！亲爱的，沙发在这儿，床在那儿，就这么几步，你不知道爬过去啊？爬过去都能睡了。你昨天加班加到几点啊？
让我睡一会儿吧。哎呦我的妈呀，宝贝儿宝贝儿，我跟你说，你赶紧的，就你那箱子，你都1个月没收了，你再不收，我这家就让你给弄乱了。你现在还是个助理，你要是经理的话怎么办呀？我还不围你天天转。拜托。你懂什么呀？我这叫形乱神不乱。陆双怡，你有时间管我，你能不能去整理一下你那小窝啊？我这叫女作家应有的风范，你懂吗？这叫范儿，范儿。那我这还叫居安思危呢。哎呀，要是还过不了适应期，我就等着自刎吴江头吧。哎呦，你那心理素质可真差。不过呢，你有这点觉悟也对。哎，我跟你说啊，你爸妈可是风风光光把你从乡下送到上海来的，你可得给他们争气啊。至于我呢，我是盼星星盼月亮，终于把你盼来了。你呢就不许离开我，就是你嫁人了也不许离开我，听见没有？要不是你，我哪敢把简历丢到丰城啊？你要怎么补偿我加班的辛苦？我还怎么补偿你啊？我给你地儿睡，我陪你吃，陪你喝，陪你笑，我快成3陪了，我还补偿你？你不是说这期的稿费黄金周前就能结吗？有人肚子饿了，是谁呀？好了，去吃大餐，好不好？吃大餐，吃大餐。哥，你看什么看那么入神呢？不就是一挂牌吗？看那么久啊？这个挂白缝线的部分有几个大的针洞，镜头也没有自动回缝，是老式的裁缝机所致，布料也很旧，倒是挺坚固的。你怎么那么挑剔呢？这是人家妈妈做的温暖牌的挂牌，你不能拿去跟名牌比较的。哎，哥，我听言青说，薛小姐为人很热情又很单纯，你说这一次帮我们那么大个忙，我们怎么谢她呀？老习惯，支票。你太俗气了，算了算了，我自己想吧。你这个人啊，自己是雷厉风行，却帮着长辈念起旧情。我们也是15年老朋友了，我对你不好啊？哪儿好了？自从跟你回国进了丰腾以后，我就跟个陀螺似的，一直没停过。咱俩谁跟谁啊？再说我这不是打球陪你放松的吗？啊，你陪我打球啊？应该是我陪你打球才是吧，风大老板。跟你逛街真扫兴。大姐，这全都是你的，还扫兴呢？我都说的是约你去吃饭的，不是去逛街的。这个节都这么多天了，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吃饭、睡觉、睡觉、吃饭。现在还陪你逛街，已经很够义气了。我跟你讲，是我陪你逛街好不好？大姐，您都快上班了，你也打扮打扮自己。你看你现在，你跟个道姑似的。你见过这么偷懒的道姑吗？哼，我这么天生丽质，这么难自弃，难自弃。川川啊，妈，你最近忙吗？头2天有点忙。不过现在没事了，放假了。那个，柳柳去找你了，可能还得在你那儿住上一阵子。啊？珊珊，哎呦，我是大伯母。我告诉你，我们家柳柳啊有出息了，也到上海有工作了。就是啊，太临时，找不到落脚处，我就让他临时跟你住在一起。哎呦，你们姐妹俩从小感情就好，窝在一起，相互有个照应哈。不是那个大伯母，我现在也住在上一家，而且那个房子有点小。哎呀，没关系没关系。他一大早就出门了，估计啊现在快到了。这样好这样好，你们姐妹俩在上海一定要相互照应啊。
哎呦，谢谢你，珊珊哈。哎呦，你们珊珊长大了，懂事儿了。干嘛呀？我会让我们家柳柳照顾你们家珊珊的，放心吧，放心啊。谁呀？柳柳，柳柳怎么了？他来了。快点来！哎，干嘛呢你？你没认出刚才那个女孩？哦，那不是薛珊珊吗？她怎么会在这儿？哦，我看过她的资料了，她好像就住在这附近。这离公司的车程大概有1个半小时。她住这儿？很正常啊，这是郊区，房租便宜，她负担得起啊。不然你以为呢？你以为她跟踪你啊？当然不是。我只是不想让她看到我这个样子。哪个样子啊？就是穿得很休闲、很随便的样子。啊，果然是看重外表、注意形象的大 boss。你看你刚才看见薛珊珊躲那样，就跟看见旧情人似的，至于吗你？看来我们要换个球场了。不必了吧？找一个好的球场多不容易啊！而且刚才薛珊珊都没认出你来，没事的啊。真的？啊。差别有这么大？嗯，判若两人。珊珊，哎，六六，你怎么跑上海来啦？没事了，你就放心住下吧。好丢人呐！我得赶紧趁黄金周把房子给找着。你说什么呢？这房子本来就是双一他爸妈给他买的，她又是你高中学妹，咱仨都认识这么久了，净说傻话。哎，是不是自从我到上海之后，大伯母天天唠叨你啊？哎呦，小宝贝儿啊，你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啊？你看人家珊珊，这大学一毕业呀，就到上海的大集团工作了。你呢？啊，你这还让我卖这么张老脸啊？求爹爹告奶奶的，费心费力的。以前啊，人家还都说你比人珊珊聪明，现在我看见人家珊珊爸妈，我都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大伯母就是喜欢唠叨。你也别生他的气，他不就是为你着急嘛。其实，说心里话，我早就想离开家，出来闯一闯。不管怎么样，我一定会努力做到最好，一定要做出一番成绩给他们看。你呢？最近怎么样啊？工作顺利吗？还在努力的适应当中。哎，你也知道，我没有你聪明，又没有你有本事，又没有你漂亮。不过我会努力加油的，绝对不给咱们家乡的人丢脸。好，那咱们姐妹二人就齐努力，在大上海闯出一番事业，衣锦还乡，展望未来。是的，这样，加油，加油！老板，叶董事已经在银行等你了。好。周姐，心动游戏人的公司你有没有听过？听过啊，这2年有几个不错的作品，但游戏这块我不是很清楚啊。我要买下的，待会儿你跟严青帮我评估一下，下午约他们的负责人过来跟我聊聊。今天下午？今天下午。明白。公司名称是星度游戏软件公司是吗？好，我立刻交代下去。
注意了，等会儿心动游戏软件公司的财务报表会传进来，细细瞧瞧，你们负责丰腾今年的投资预算。小轩、阿佳负责并购的财务评估，陈娟你会诊一下你正式的签约书。珊珊，你帮忙陈娟。哦。3小时后要拿到所有数据，听清楚没有？是。这么热闹啊！聊什么呢？你们？齐帅，你上几楼？21楼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哎，娜娜，你什么时候戴的牙套啊？齐帅，今天公司高层有重要的会议要开，一定会忙得没时间吃饭的。我给你带了早餐，里面有三明治和咖啡。这么贴心啊！看上去很好吃哦，谢谢。齐帅。薛珊珊。你们拿这么多资料是要给谁送过去啊？哦，这些资料是给严总送的。太巧了，我去找严总，给我吧，我给你们带过去。这，谢谢你啊。顺道嘛。那这个你帮我拿到我的办公桌上。啊，谢谢啊。好，没事没事。拜拜。心动这家公司呢，虽然规模不大，但是这2年业绩非常好，而且很有创意。业内的很多高层人士非常看好它。我相信，如果丰腾收购这家集团，会是一个好的故事。我们科里评估的并购金额为什么多一个0？小轩，并购金额的评估报表是你做的吧？怎么回事？现在已经在签约了，怎么办？李科长。这是正确的签约书，他们刚送来，确实是多一个0啊。林科长，这个怎么办？你们到底是怎么做事的？要是找个怪罪下来，可不能关我们8科的事啊。这些都不是当务之急。不行，我看还得打断签约会议。这个错误的合约要是签了，赔偿我们所有人一辈子的薪水都补偿不起的。珊珊，珊珊跟郑琪很熟啊，那就找齐帅吧。对，珊珊，你去找。我跟齐帅一点都不熟的。在这危急的时刻，你说话还这么自私，我们财务部所有的命运都系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了呀！赶紧啊！给表哥打电话。没有人接。你这就去找人吧。你赶快去，珊珊快去啊！会议室没有预约，电梯开不了，你拿我的卡到研发部找郑琪秘书吧。快去！还不快去！快！拿上签约书。跑步去！齐帅从没让我保管卡，这样吧，你用我的卡去找严总的秘书，快去。Carol 刚跟我说了，但是严总是跟齐帅一起去会议室的，这样吧，我把我的卡给你，处长知道了，你去吧。果然，狗屎运就只是狗屎运而已。
当你时候到了，全宇宙都会来帮助你。上断头台。对不起，是我搞错了，对不起，打扰了。大老板，完了，我将从封家的大恩人变成封腾的大罪人。那个合同还没签吧？千万先别签，那个合同上面多了一个0，这个才是对的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疏忽，对不起。签约已经结束了。完了，这下真的完了。对不起，都是因为我的疏忽造成的损失，对不起，大老板，都是我的错。你还不至于给公司造成任何的损失。大 boss 刚才那句是什么意思啊？早知如此，当初我就应该献1000毫升。放心吧，金额没错。不是，那个科长说这份才是真的呀，才是对的。蜜月老板是谁啊？老板眼睛利得很，在签约之前就发现了，把金额改过来了，所以金额没错。放心吧，没事儿啦。投资部、财务部总部、客栈上的主管，还有所有的秘书，马上进。是。虽然没有及时赶上签约，但至少不必赔上大家1辈子。不，应该是2辈子、3辈子的身家财产。但是，各部门科级以上都被抓去大检讨。科长不会怪我办事不力吧？老板说，下次如果要这样奔走各科弥补错误，让我选个100米田径选手当财务助理就好。对不起。做事也不用点方法，连总务处都跑去了，像个无头苍蝇一样，整个集团绕一圈，这是危机处理的方法吗？人事处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，就硬是让你进来？科长，你说什么呀？说你呢，三流大学3流水平，看起来一无是处的样子，没想到还真是一无是处。人事处吃错什么药了？你最好想想怎么度过试用期吧。哎，程娟，你说这薛珊珊到底什么来历啊？是齐帅的朋友吗？我怎么知道？但总之来历不小，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，凭什么封腾招他进来啊？我们是封腾哎，
葛总，你疯他了？是这样吗？哎，那为什么科长还敢对他不加以颜色啊？科长的个性你不知道啊，向来讲求实力，公事公办，越是靠关系就越反感。所以啊，15年了还是科长。但他这说的话也太重了，人家珊珊毕竟是临危受命，不容易的。哎，算了算了，他这种人啊，一身晦气，沾上点3个月都洗不掉。反正他迟早要被炒，我可不想跟他一起倒霉。哎，阿佳。杜凡。那个，昨天你晚上韩剧看了没啊？看了，还挺好看的。哎，那男主角长得特别帅。哎，杜凡，你找到住的地方了没有啊？找到了，就是离公司稍微远一点，不过还是挺方便的。哦，那挺好的。哎呀，没事吧？没事没事，就是有点淤血。哎呀，疼吗？啊，还行。你们早就认识了呀？我们俩培训的那3天认识的呀。他呀，现在在总务部当专员，是运胜商业大学毕业的哦。对，我是东北过来的，不像他在上海念的大学，简直就是个上海通。哎，那个培训3天？对啊，8月底培训的3天呀。珊珊应该和我们是同一期的吧？哎，怎么我对你没什么印象？你的编号是多少？住在什么地方的？哎，我的编号是2哎。对，我先去一下。哎，去哪儿啊？哎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贴个创可贴？哎呀，没事。我那儿有创可贴，可多了。男子汉大丈夫，一点小伤。人是说为什么把我选好的新人给刷下去，就硬是让你进来？我怎么知道？但总之来历不小，要不然以他这种烂大街的学历，凭什么封腾招他进来啊？原来新人是要培训3天的。我没有培训，只是一通电话通知，还协商了报到时间。为什么？我还一直安慰自己呢，人事专员慧眼识珠啦，是金子终究会发光的呀。哼，现在看来，的确是。卑鄙行为杀阴性血。蛇妹和你同属血有血型，她刚进手术室，但是现在医院的血库告急，我希望你可以待在这里，以备不时之需。原来封腾要我做的不是财务助理，而是一头血牛。可是熊猫血哪里不好找？干嘛要在公司里养一头活牛啊？哼，好凄凉的感觉，好像是在卖血呀。原来，一切都是天大的误会。我根本就不属于封腾，不属于上海。薛珊珊，你明明就是一头血牛，你有什么资格去做奋发图强、功成名就的大梦啊？下雪啦！这是我在上海遇见的第1场雪。短短4个小时完成一个企业的收购，大家真的已经很努力了。不过这件事说到底责任在我，你也别怪他们，他们不是推卸责任，就是想找个替死鬼。这是我最生气的。
觉得自己是上海这部戏的女主角。你不该来这里。什么？我说你不该来这里。员工培训的时候你没有听说吗？这个地方隶属于老板办公室。我没有参加员工培训。为什么？我也不知道。我没有经过员工培训。但是我为什么能够进丰腾集团呢？公事上的问题问你主管，不是我。那上次在医院，你是怎么知道我跟你妹妹的血型是一样啊？集团所有员工的数据我都有权知道。你还有什么问题要问吗？谢谢你。冯姐，那个献血的薛小姐，在财务部是什么职务？薛珊珊，财务助理。哎，你看她今天紧张那样，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。我觉得她挺老实。她除了能跑腿以外，工作表现如何？那我就不知道了。你说谁会跟我们汇报一个财务助理的工作情况呢？怎么了？没事儿。反正它对于我们来说只是血，没别的。这个我听说过，这特殊的人事聘请政策，老董事长在的时候就有了。你知道？公开的秘密嘛，人事部长告诉我的。其实他们也不是不挑，就是说在2个应征者条件相当的情况下，他肯定选那个熊猫血。我觉得这没什么不好，我们又没有逼每一个员工一定要给我们献血，对不对？让集团员工给集团千金献血，这种请求本质上就是强求。但是爷爷疼孙女儿天经地义呀，而且那个薛珊珊吧，也挺乐于助人的。我觉得这事儿你就别深究了，你要现在把那个政策给撤了，我觉得反而对将来来应征的熊猫血是不公平的。你想想啊，人事部肯定会刻意避讳吧，搞不好有实力的熊猫血反而会落选，而且说不定薛珊珊还会被开了呢。你说你这一来一回的折腾人家何必呢？对不对？那我们就不说了，这个事情到此为止。爱情是太过复杂的游戏，一投入就害怕失去。如果开始是